很多人用这个硫酸亚铁的方法全是错误的啊。首先声明一下，我是不卖这个东西啊，我也不怎么用。很多人都说啊，硫酸亚铁治疗黄叶啊，咱们很多人用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啊，用不好会把花给用死啊。硫酸亚铁治不治黄叶？它只治疗缺铁性黄叶。咱们说什么叫做缺铁性黄叶？就是植物长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新叶的啊，这个叶肉部分是黄颜色的啊，叶脉部分是绿颜色的。只集中在新叶上啊，这个叫做缺铁性黄叶啊。出现这种问题，轻微的时候啊，记住我说的轻微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用硫酸亚铁？可以用，但是啊，用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尤其是北方水质偏碱的地区，用的时候水里边先加柠檬酸或者是白醋啊，咱们先把水调成酸性的。然后再去用这个硫酸亚铁，不然的话啊，自来水直接加它啊，它极其容易氧化失效啊，铁吸收不了，用了也白用啊，你也看不到效果。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啊，老师啊，我这个硫酸亚铁也用了啊，为啥这叶还是黄啊？你要区分新叶和老叶，老叶黄一般情况是缺水性黄叶，它不是缺铁啊。你就是硫酸亚铁啊，你就啥铁，你啥玩意儿来了。它也治不了什么老叶黄啊，就是水能治，它怎么治啊？黄的不能恢复，它能促进你不再持续的黄啊，这就是缺水性黄叶啊，要区分清楚，不要一个劲儿的乱用肥料啊。那么新叶发黄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黄叶，就大面积的新叶发黄啊，这时候你用什么？它都不好恢复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出现大面积的新叶发黄啊！看我拿的素材啊，这时候啊要检查什么？要检查根系。是吧？往往大面积的新叶发黄啊，它这个根系都已经开始腐烂了啊。有些人说你这根儿挺好啊，其实它都是烂根儿啊。这根儿怎么烂的啊？就极度干旱下又极度的浇水，是吧？两个极端导致的它烂根儿啊。这种情况啊，仔细看啊，这些都是我牺牲植物去测试出来。你要仔细看我给你提供的素材啊，大面积发黄。不要用肥，直接拔根检查根系，先排查根系的问题。那么硫酸亚铁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说什么调酸。很多人说自来水浇花这个水碱大啊，这个有一定道理啊。但是啊，你硫酸亚铁你要用它去调酸的话，咱们要注意一个事项啊，就是说你铁怎么代谢出去啊？土壤当中不能存在太多的铁，因为铁是微量元素，植物的需求本身就很少。当你的土壤当中加了太多的铁的时候啊。太多的铁的时候，那么短时间内看不出来啊。如果这个土质啊，随着你浇水下沉，出现板结的情况，出现浇水以后水渗透不好，土壤缺氧的情况，铁会什么大面积的释放被植物吸收，从而导致什么毒害根系啊，植物根系死亡啊，丧失吸水能力啊。这是突然之间植物出现问题的时候。啊，你要排查的一个问题，铁是不是多了？所以说，咱们用它给土壤调酸的时候啊，要注意用量啊，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去使用啊。它不是一个太常用的单元素肥啊，真正用途的时候是它补铁，同时间接性的啊，属于一种酸性肥料啊，适当的调节一下土壤的酸度。那有人说，老师你是辽宁的啊，你这个土也偏碱啊，你怎么调酸啊？我会用到咱们店铺的微生物有机肥啊，板结呀、调酸的、长根啊。一个就够了啊，而且没有副作用的啊，所以说我很少去用单元素肥料啊。咱们新手啊，你用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注意啊。那么第三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就是什么？很多人说硫酸亚铁啊跟磷酸二氢钾对到一起啊，它俩对到一起会产生一些沉淀啊，就是导致磷和铁的一个失效啊，会形成新的物质，植物是吸收不了啊。这个就是说磷为什么植物不好吸收啊？因为磷和铁呀和钙呀。一些金属元素极其容易产生一些拮抗啊，所以说磷啊在土壤当中移动性非常弱，咱们很不建议啊同时去使用啊，至少你用硫酸亚铁啊，你要在磷酸二氢钾浇根以后啊，中间间隔1到2次的浇清水的周期，再去用硫酸亚铁。那第四个问题就是硫酸亚铁见效的一个问题，因为为什么缺铁植物会新叶黄？因为铁在植物体内的移动性非常慢。你这边补铁了，虽然土壤当中更多的铁元素让植物吸收了，但这个铁啊在植物里边的移动，这个铁刚走到这儿啊，刚走到中间这个位置，你新叶长出来了啊，它还到达不了新叶顶端，新叶长出来了，所以说它还是缺铁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用硫酸亚铁的时候啊，见效可能效果比较慢，有一个长时性的问题啊，就是你要耐心去等待啊，因为铁它很可能它刚跑到这儿啊，新叶长出来，它跑到这儿，新叶长出来，它出第3个叶，这铁才上去
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。那么你要急速啊出现轻微性的缺铁性黄叶啊，那么你要急速的补充啊，你可以往叶片上去喷施一些螯合铁啊，这样就是减少这个铁在植物体内运输的一个过程啊，叶片会吸收一部分，是吧？咱们合理的运用啊，尤其是新手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